叔叔阿姨回来了。有客人啊？是不是不方便啊？哪有什么不方便啊？来来来，快进来，来婷婷。那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不用了，我知道的。你姓李？对，我姓李。你好，我叫李梦竹。你就是婷婷的妈妈丁雪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想跟婷婷爸爸说几句话。哦，婷婷，那你先回屋玩一会儿。不用，我今天想跟你说的话，婷婷应该听着。光明，要不我先回去吧。哦，你别走，这些话你听听也挺好的。好，那别站着，坐下说吧。来，来，进屋，婷婷。来，坐吧，坐吧。许光明，你还认不认婷婷是你的女儿？这叫什么话呀？这还用说吗？婷婷是我的女儿，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。那就好。刚才我上楼之前就想好了，我今天来不想跟你吵架，我想心平气和的把我们遗留的问题解决好。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既然你还认婷婷这个女儿，那就应该承担起一个当父亲的责任。婷婷的生活费，你要增加1倍。怎么了？钱不够用啊？当然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没问题，那就从下个月起开始加倍。答应的挺爽快的，看来现在有钱了，日子日新月异了。丁雪，你说钱不够用，我也马上同意加钱了，咱能不能不当着孩子的面说这种话？行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当然了，你要愿意给就给，不愿意给也不求你。婷婷，妈妈跟爸爸的话说完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既然都来了，晚上就在这儿吃饭吧。不吃了。你不吃你走，那婷婷留下来吃。婷婷也不吃。婷婷好不容易跟她爸爸聚在一起，你就让她吃顿饭再走吧。我的女儿，轮不到你一个小三来说话。你说谁小三儿呢？你这么说话是不是太无理了？你有脸做小三儿，还没脸承认了。你破坏人家家庭，抢走了孩子的爸爸，你还不敢承认自己是小三儿，脸皮真够厚的。我是小三儿，我抢走他爸爸。我想请你搞清楚，这是在你们离婚之后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家庭就是你破坏的，你心里清楚。婷婷妈，你说这些话你要负责任的。我负什么责啊？我头一次见到当小三的，还理直气壮了。光明，我不想跟他吵了，你告诉他，咱俩好是在你们离婚之后。你们都小点声好不好？小雪，咱俩为什么离婚，咱俩心里最清楚。这是咱俩个人之间的事儿，跟第三者无关。跟第三者无关，你真说对了，他就是第三者。许光明，我们离婚，
你说你敢说跟他没关系？你敢睁着眼睛说瞎话？当然没关系，我说什么瞎话？就说瞎话，不要脸的东西！你骂谁不要脸呢？我说错了吗？我说错了吗？不要脸就是不要脸！丁雪，当着我妈妈的面，能不能别这么说？你妈的心思我还不知道吗？她早就盼着你把我甩了，好另觅新欢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婷婷，大人吵架咱不听啊！好，把我甩了，找新的，找他那样的狐狸精是吧？倒是挺般配的，乌龟配王八，臭鱼找烂虾，你太过分了，太没素质了，你简直就是个饽饽！对于你这样破坏人家家庭的小三，我怎么做怎么说都不过分。看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，我用得着长素质吗？你说谁不要脸呢？你不要脸，你不仅破坏别人家庭，你太过分了！少理，你别！走，哎，丁雪。婷婷，进去吧。进去。呀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妈妈呢？妈妈呢？妈妈上哪儿了？小雪，姐，你又要走了？我以为我可以很冷静，我以为面对那张脸的时候，我不会再生气。可是，你也别太苛求自己了。我走的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想，我落到这个地步，究竟应该怪谁？当然怪你前夫啊，尤其是那个女人。说到底啊，还是要怪我自己。姐，你是不是后悔离婚了？如果给我一次重新再来过的机会，我可能会处理得更好。那就不跟婷婷她爸离婚了？这婚肯定还是要离的，只不过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至少不会处理的像现在这么狼狈。哎呀，不说了，小麦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我都说了，什么忙也都没帮上。真的谢谢你。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个人啊，挺讨厌的，那么自我，但是你还把我当成朋友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还愿意把你当朋友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真实，你一直在做真实的自己，不伪装、不掩饰、不虚伪，直接率性。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我特别佩服你。说实话，
我之所以有勇气离开团里，也是希望可以像你一样做真实的自己。哎呦，你可千万别学我！你看看我现在有多惨。我说的是真的，这都是我的心里话。我相信啊，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。但愿吧。刚才到哪儿去了？妈，跟许光明吵架去了。我叫你不要去，不要去，你就是不听啊！我要走了。你要走，你走哪儿去？啊，对不起，我这次可能会走很长一段时间。小雪，我求你能不能不要再折腾了？你可以对我不管不顾，孩子太小啊，不要老顾及自己呀。我就是为了婷婷，所以才出去挣钱。你出去挣钱，哪里挣不到钱？以你自身的条件，就在城里边这个附近，找一份安身立命的活不难的。在城里我能做什么呀？出去演出，至少还能发挥我的特长，这样赚钱还更快更多一些。哎呦，钱钱钱钱钱，过去呢，老想着成名成家，成个大明星，这大明星耽误成了，现在就想着去挣钱了。因为我们需要钱，太需要钱了，妈，你们不明白吗？以前我太天真了，以为许光明永远会对我好，这一辈子也不会抛弃我，不会背叛我。你想，他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，什么也没有，当时那么多人喜欢他，我就选择了他。我没想到现在会这么对我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，妈？反正许光明我是指望不上了，我也不打算指望他。现在我谁都不行，妈，我们现在就得靠自己。但是孩子太小，别离开他。我就是为了婷婷，我现在离开，就是将来能更好的跟他在一起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会回来的。沉默以后，不愿再开口。沉默以后，世界安静了。上天让我们相守，为何又走到尽头？曾经的温柔，已经无情地被偷走。离开以后还剩下什么？离开以后就别再回头。幸福的日子我们经过，未来的生活彼此承诺，就让我们的爱当作是最后一次解脱。手
着一个人的寂寞，像开不出的花朵，两个人的世界变成无奈的沉默。曾经那快乐的经过，难道就不能回头？曾想对你说，怎么能忘了说，再一次拥抱我。妈，我走了。小雪，拿着。宁肯家穷，不能路穷。你在外头还要花呢。你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吗？我早就已经是空城了，我也就这么点钱。妈，你拿着。哎呀，你拿着呀你！我有钱，再寄给你和婷婷。妈，你给我照顾好婷婷。就不能明天再走了？我怕我看见婷婷，我就走不了了。妈，你快回去吧。记得给我们打电话。我知道，你回去吧。在外头得注意安全。我知道，我走了。甜甜，上学了，来，快把书包背上。哎，好听话。哎，不对啊，耳蜗呢？你耳蜗呢？耳蜗忘了给你带了。哎呀，姥姥啊，这个脑子不中用了。哦，哎。婷婷，婷婷，耳蜗呢？你小耳蜗呢？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放在枕头底下的吗？放哪儿去了？你藏起来了？哎呦，你可千万不能跟姥姥开这种玩笑，这东西很贵的。啊，我现在只找到2个卡子，耳蜗不见了。你还真的藏起来了？在哪儿？哎呀，
我说你这个孩子，你怎么搞的？这东西很贵的。再说没有它，你就听不见我讲话了，知道吧？你不带这个东西，你就听不到我讲话了。看着姥姥，现在听到姥姥讲话了吧？对呀，你不能这样的。你没有这个耳蜗，你就听不见姥姥讲话了，知道吗？你就听不见人家讲话了。我不想听爸爸和妈妈吵架。我知道。好了，你不用送了，你留步吧。光明，怎么把你也叫来了？我叫他来的，我想跟你们好好的聊一聊。你没事吧，妈？咳这么严重，没去医院看一看？没关系，吃了药了，一到天冷，老毛病就犯。你说吧。怎么说呢？孩子自从戴了耳蜗，婷婷适应能力很好，也愿意主动跟别人说话，有的时候上课呢还能主动举手回答问题。这肯定是跟姥姥平时在家帮忙辅导是有关系的。但是我发现孩子最近越来越不对劲儿，上课魂不守舍、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所以我把你们叫来，想问一下，是不是家里最近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刚才不跟您说了吗？没出什么事儿。今天还是一样的。下课的时候呢，我检查了一下孩子的耳蜗，我发现是关闭的状态。我说怎么上课魂不守舍呢？他根本就没有听。婷婷，爸爸说话你能听见吗？能听见爸爸说话，你要回答爸爸，跟爸爸说你能听得见。婷婷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前2天爸爸不是还带你去学诗、去背诗吗？怎么现在连话都不说了？妈，你先走吧，我带婷婷回去住2天。算了，别再折腾了，孩子都不乐意。行，那你先跟姥姥回去，爸爸去找个朋友，过2天带你去医院再去检查一下。那走吧。婷婷啊，刚在路上爸爸跟你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，以后你要多跟人说话，多跟姥姥说话啊。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在上面讲课，不许再摘掉你的耳蜗。为了买这个耳蜗，你想想看，爸爸要加多少次班呢？妈妈要在外头多唱几首歌呀。他们现在吵架了，你感到很失望、很委屈。但是他们依旧是爱你的，他们爱你，就像姥姥爱你一样，甚至超过姥姥。你信不信啊？好孩子啊，我们全家人都是爱你的。你慢慢吃，多吃点。姥姥到沙发上去睡一会儿，乖。乖啊。
姥姥睡会儿没事儿的。没事儿的，姥姥睡会儿就没事儿的。乖，去吃，去吃啊。甜甜，你吃好了没有啊？甜甜，甜甜，甜甜，就要1个罐头，17块8。婷婷，你姥姥呢？她怎么让你一个人出门来买东西啊？她可真放心。不对，还少5毛钱，还有吗？算了，5毛钱不要了。拿好了啊。我说你这个孩子，你怎么了？大黑天的，你跑到外面去啊？你就是为了这个罐头，是你吃还是我要吃啊？啊？你为什么不让我省心啊？耳蜗呢？小耳朵呢？包这么多核桃干嘛？你不懂啊，咱们儿子是搞科研的，费脑子。吃核桃仁啊，补脑子。他又懒，我想趁明天咱们走之前，全给他包了。包这么多，谁知道光明吃不吃呢？他不吃，他不是还有婷婷吗？对对，还有婷婷。婷婷啊，要是不推小李的一把，说不定啊，咱们都要抱孙子了。哎，他是个孩子，又不是故意的，过去的事儿，别再提了啊。哎，都是命啊。哎，小李好像好久没上咱们家来了，你说会不会跟光明吹了？这事儿啊，你别管了。我是光明他妈，我能不管吗？叔叔，阿姨，小李呀，
说你们明天要回去了是吗？我爸爸让我给你们带了点东西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孩子啊，这是干嘛？啊，我的亲人，我的祖宗，我的小宝贝儿，这是干嘛？这是？告诉姥姥，嘴有那么急吗？啊，等到明天吃你就不行吗？啊，你就不行吗你呀？吃吧，吃了治咳嗽。那我走了。好。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啊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光明，我发现每次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好像话都特别少呢。没有啊，我本来话就少，再加上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。心里有点烦。什么事情让你心烦了？你告诉我好吗？我想听。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把婷婷还给她姥姥是不是真的做错了。她现在又不说话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所以我总觉得。我真的是对不起所有人。光明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真的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我特别不想你总是这样矛盾、这样纠结的生活。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，我们都是不可能把它做得很完美的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你会活得很累的。可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又回到原来那个样子了，我怎么能不担心、不多想呢？光明，你别着急，慢慢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婷婷，宝贝儿，
你看，你看看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梅姥姥刚刚给你特意送来的，新鲜的，早上刚做的，你吃啊，多吃一点。哎，这是干嘛呀？哎，这是剩饭剩菜，姥姥来吃，姥姥来吃啊！你吃这个。你自己也吃啊，乖乖啊。哎呦，哎。坚持住啊，坚持住啊！我知道你疼了，哎，都怪姥姥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出租车，出租车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妈，哎，妈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的，吃坏了肚子，肠胃炎了。吃什么吃坏肚子了？哎呀，昨天晚上的剩饭剩菜，我是不让孩子吃的，他非要吃，结果就把我们俩吃成这样了。大夫，老人孩子没什么事儿吧？不要紧，输点液消消炎，再加上吃点药就没事了，别担心。输完液你们就可以走了，我去给你们开点药去，好吧？哎呀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听大夫都说了吧，不要紧的。你们3天2头往医院跑，以后您让我怎么放心让婷婷跟着你？妈，婷婷耳蜗怎么没戴？碎了。碎了？怎么碎的？掉在了地上，被车碾碎了呗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？您知不知道那耳蜗哪儿来的？那耳蜗是我找美国的专家专门给调好的。现在咱就算再买个新的，人专家回美国了，你找谁调试？找谁调试的这么精准？对不起，我，哎呀，妈，你也别怪我态度不好，这事我实在接受不了。所以等婷婷好了以后，我必须把她接到我那儿去住去。这事咱们没商量。也可能真的是我小人之心啊。你说这个姓李的姑娘为你怀过孕，你亲自确认过了？这还能有假？早孕反应、头晕、呕吐，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。这些都是能装的。你陪她去医院检查过吗？她自己在家测的，但是我看到了2道杠，她没必要骗我呀。你就是想的太简单了。这女人为了拴住自己心仪的男人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？看见你这么想，有点心里阴暗啊。人家根本就没有逼过我结婚。再说了，她流产的时候有医生的诊断书，这能有假吗？那可能就是我真小人之心了。
ICU 病房3天，普通病房5天，连医药带住宿，一共4.5万。仙红啊，你不是有医保的吗？医保算什么？医院只报销85%，还有15%呢。还有什么进口药、自费药呢？那还有什么呢？还有精神损失费、健康损失费、营养费。那一共要多少呀？一共10万。哎呦，太黑了，就是怎么这样？你这个孩子在说什么？你问我要10万块，我告诉你，秦淑兰，10万都没多要你的。你太有意思了。什么人都有。你妈那个病，她不是被人咬的，她是被蚂蚁咬伤了以后，她过了敏，她才住的院呢。你胡扯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不是你们家婷婷，我妈会被蚂蚁咬吗？哎呦，你也真是的，婷婷啊，你本事那么大呀，啊，你还能指挥蚂蚁咬人呢？哎呀，是他打我，我倒在地上才被蚂蚁咬的。你爬到我们家门口去鬼鬼祟祟干嘛了？我是去找你串门的。哎，你躲在墙角跟偷听什么呀你？妈，别跟他胡扯。秦淑兰，我问你，这10万你给还是不给？没那么多钱。嘿，你骗鬼呢？你老齐没钱，哼，你就是不选给。哎，我们家你不是常去吗？那些旧家具、那些旧电器，加起来能值多少钱？你要觉得值钱，叫辆车，孩子啊，通通拉走，我没有意见，行吗？那也行，有多少给多少，剩下的打欠条。哦呦，我说你打什么欠条啊？你真的想问我要10万块钱的话，那好，你们等着吧，我请个律师，走吧。嘿，老齐，你跟我玩这套？哎，你刚出院，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，这底下有蚂蚁窝嘛。哎，秦鸾，站住！好。喂，哥，我是美丽。啊，谈崩了！给我打！给我打！你慢慢都给我打了！
真是长蛇他的儿子干的？他们是不是疯了？老七，打电话报警，让警察把那个儿子抓起来吃几年牢饭。这长寿他做的太过分太绝了，这简直就是土匪流氓！必须让他们赔偿，不行的话就走司法告他们。对，我们居委会也主持公道，一定让他们给你个说法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！姥姥。跟我玩硬的，哼！我倒要看看，让他知道这片是谁的天下。他不是牛吗？接着牛啊！让他看看，到底谁厉害。他骨头硬，烧成灰也不过2两重。哼，就一个闺女还离婚了，知道吗？这叫报应。常小红，你就少说2句，你也没什么嘛。哼，我是没什么，我儿女双全，我儿子姑娘都好着呢，没离婚，我气死他。常向红，这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你们这么做太过分了。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太过分了。是啊，一点都不过分。你们知道吗？他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哼，我不搭理他就得了，他可倒好，得寸进尺，蹬鼻子上脸。哼，把我当软柿子好捏呢，以为今天呀，要不让他知道马王爷3只眼，我这肠字就倒着写。哼，砸你东西，再找不自在，我拆了他们家房。老齐，老齐来了。呵，老齐，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我大老远就听到你哇哩哇啦在叫，您在叫唤什么呢你？你叫的那么难听。呵，齐淑兰，你是属鸭子的，毛都拔干净了，这嘴还硬。哎，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也不欺负你，给我低个头认个错，兴许啊，我能原谅你。向红啊，没有错，这一件事情的本身是因为婷婷引起的。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，我向你说一声，向红，对不起。这还差不多。钱呢？什么钱呢？损失费呀，10万，少一个子儿也不行。你住院费不是一共花去了4、5万吗？你是有医保的，你顶了天，你花了7、8千呢。但是大家知不知道，昨天他把我的家给砸了。哎呦，把家都给砸了，这么野蛮。我们家里所有的家用电器，电视机、电冰箱、洗衣机全砸了，连门窗、柜子、玻璃都砸了。请你算一算，这值多少钱？哼，你活该！野蛮到这种程度。这是让人怎么过呀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也得值1万块钱呢。他就是破家，他还值万贯呢。刚才有人说了，起码我家的所有被你砸的东西，他还值1万。那行，顶你的7、8千，请你倒赔我2千。你胡扯！你看看你，没理。我告诉你，向红，我不想为难你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别想欺负我，你更不能欺负我的孩子。你敢欺负我的孩子，我就敢跟你拼命。我欺负他，他险些要了我的命。一眨一下还要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大家看一看。哟，他的儿子昨天把婷婷的一幅画撕了，这是孩子一幅得奖的画。孩子招你惹你。今天我希望你当着大家的面，代表你的儿子给婷婷道歉。
对，应该道歉，让我道歉，门儿都没有。跟婷婷说对不起，做梦！哼！我请你想好了再说。我想好了，不道。再说一遍。向婷婷道歉。对不起，说响点。婷婷，对不起。老金，你把低音的部分混响再压低一点。啊，对对对。林璇，等一下。哎，辛苦了啊，赶紧喝口水。谢谢。林璇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场子里其他演员啊，演出之余，他除了吃就是睡，没点正事儿。你再看看你，一有空就过来走场啊、练歌啊，就是不一样。艺术家就是不一样，这出差距。晚上我想换几首新歌，试试感觉。林璇啊，那个，哎，拿着。这是干什么？不是刚发过工资吗？这是分红奖励，2万块钱啊，你数数。每个人都有吗？那倒不是，不过你跟别人不一样，是吧？你是我这里的金字招牌，贡献大，贡献大就理所当然要拿得多。这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啊？我这呀就是兑现我的承诺，履行合约，是吧？我跟你说过啊，丁雪，你只要在这里踏实肯干，你有艺术，我懂生意，咱们把艺术变成生意，把生意变成艺术，两者完美结合。你放心，钱肯定会越赚越多，并且啊，离你这个梦想是越走越近。那这样吧，我不是欠着你钱吗？就当先还你了。我不着急，你别老惦记这个事儿。这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身上总得有点钱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不需要花钱，吃的、喝的、住的都不用花钱，我没有花钱的地方。再说了，我这借别人的钱，心里不踏实，早点还了，比较好一些。玉雪，你说你这一天到晚别人的，你跟我跟你这关系，那是别人吗？那能一样吗？我们俩什么关系啊？你可别胡说，别人听见了，还以为我跟你怎么了呢？哎，随便他们误会呗。哎，就说实话啊，现在厂子里啊，这些演员啊、工作人员私下里都说咱们俩是那个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关系。你再胡说，你再说我就走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胡说了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手上得有点钱啊，你就别啰嗦了，拿着啊。行了，你忙你的，我去练歌了。哎，林雪，我过2天啊有事可能回去一趟，你要不要一起？你看啊，你这要一起回去，手上是不是得有点钱，对不对？算了。啊，林雪，我保证以后啊再也不胡说八道了。你看啊，你难得回去一趟，那回去总得给你妈给婷婷买点东西，是不是？买东西要不要钱？还得需要钱呢。来，这样吧，这1万我拿着，这1万就当是我还你的。好了，我去练歌了。姥姥，我们在这儿还要住多久呀？还得住2天呢，累了是吧？赶快先在床上歇会儿啊！姥姥赶快给你煮水做面。谁？我来了耶！婷婷放学啦。大家姥姥好。你好。我们也刚回来。吃饭了吗？没呢。
正好我给你们送吃的来了。哎呀，宝贝，大梅，快来快来，热着呢。怎么老来麻烦你呢？见外真是，这不特殊情况吗？来，先做作业啊。姥姥跟大梅姥姥说两句。怎么了？我今天听说你把长舌头给制服了。你也听说了？他跑居委会告状去了呀，说你拿了1罐子的那个蚂蚁恐吓他。哎呀，他那个宝贝儿子实在是太讨厌，孩子的一张话他都不放过，我特别生气。不过你这招啊还真管用。之前我们让他修复房子，他唧唧歪歪的嘴硬，今天你这么一来呀，立马怂了。他答应了？答应了。按我说应该报警，让派出所出面把他那个混账儿子抓起来，看他还猖狂不猖狂。哎呀，算了，老街坊老邻居几十年，低头不见抬头还见呢。我只想吓唬吓唬他，真的没想把他怎么地。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不过你放心，房子肯定让他修好，损坏的家电呢是该修的修，该买的买。我也跟长舌头说好了，一定让他恢复到跟以前一模一样，否则就让他儿子吃官司。他是答应修了？答应了，当场就打电话联系那个施工队了。哎，大妹，这个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他妈。丁轩那个脾气你是知道的了，一旦他知道了，立刻翻江倒海。这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只是你们呀，还得在这住几天。住2天就住2天吧。来，你要的3期临床计划。哦。哎，怎么样？我这办公室不错吧？何止不错呀，比我们所有办公室大好几倍。叫，你以为这是炕头呢？你要再这样，我不来了啊！哎，别，你还真得来。我给你留了一间，以后没事你就过来。别，你这地儿我可待不起。哎，你赶紧看看，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上报了。这事儿不着急。啊，国内有一家药企叫什么时珍药业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怎么样？熟不熟？熟倒谈不上，他们之前想在这个915项目上跟我们所里合作，但是后来没合作成。你怎么对这个公司感兴趣啊？接到美国公司消息，说是通过市场渠道发现，国内有家公司也在投资研发类似的抗哮喘药。啊，是，他们本来是想就是这个项目跟我们合作，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周期和价格没谈成。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吧？最好是这样。那边跟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？没了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他们公司触碰不到这个技术。据我所了解啊，他们倒是想在这个糖皮质激素和长效贝塔2联用上有点想法，仅此而已。那就好啊。哎，你闺女上学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我听我儿子说，学校现在不让她姥姥进课堂陪读了。已经解决了。但是我女儿现在学习越来越好了，上次小考比你儿子考得好多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当然是真的。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不关心你孩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一天到晚就想着工作赚钱，留点时间关心关心孩子。是，这方面我是得向你多学习啊。行了，你赶紧看吧，怎么样？给我个信儿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哎呦，你小心点！你要在这儿把你的脚崴了，你非又赖上我了。我赖你？我敢赖你啊？你不赖我就行了。哎，你看看啊，这次给你家修复房子、买家电，花了小2万，小2万呢。怎么你是心疼钱了？你这人真有意思。你要怪你的儿子去啊，是你的儿子把我的家给砸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弄得我整天也是无家可归的，天天住在宾馆里头，每天也要花好几百，我找你报过销了吗？哎呀，行了啊，你别得了便宜卖乖了啊！
我懒得跟你掰扯。哎，行行行，你赶紧进去验收一下啊，看哪有不满意的。阿姨，那个电视我已经给你放好了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好，不客气。小心。怎么样？满意吧？如果满意啊，给我签个字。签什么字啊？确认书，确认给你家修房子你满意，以后呢不再追究我家责任，不再用蚂蚁吓唬我。哎呀，夏红，老齐，你家这花花草草、瓶瓶罐罐，我都是按照原样给你修复的，你还有不满意的？咱们能不能好好聊一聊啊？咱们还有什么可聊的？你说咱们街坊邻居几十年，有什么话咱们不能好好说呀？算了算了算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这件事啊到此结束，我走了。上一次姥姥去替你开家长会的时候，你们魏老师都表扬你了，说婷婷表现特别好，老师讲什么都听懂了。婷婷，但是小婷婷有一个缺点，去吧。光明，你怎么了？你没跟我说实话。我怎么没跟你说实话？从你们生产的技术设备和布局来看，你们生产的根本就不是普通的感冒类药。那你说是什么？哮喘类药物。还真是瞒不过你这个行家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产这类药的？没多久啊，就在前一段时间吧。那我告诉你，王周，这件事情你必须得提醒你爸，你们这是在玩火。因为我的915专利已经属于美国的施密特公司了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你不会认为是我们剽窃了你的技术吧？那起码也是借鉴的吧？那你说，这技术是谁提供给我们的？是你吗？之前咱们双方谈合作，也只是普通的商业层面。至于你们技术上的保密内容，我们可是一个字都没有看到过。说白了，它就是跟市面上那些普通的药物是一样的呀。那你们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？
这类药品在市场上已经完全饱和了。那还不是因为被国际药企给占领了吗？光明，你不是一度认为你的915被卖给了美国公司而耿耿于怀吗？你的技术我们拿不到，难道还不允许我们靠已有的技术在市场上拼一拼吗？